我现在面前的是华为刚刚发布的全新小胖折叠Pura X， 我们这次一共拿到了5款配色，我们现在盲盒开箱，我们先开这款吧。首先开的这款呢是一个典藏版，金色的外包装，当当哦。第一款我们拿到的就是素皮拼接的版本，官方叫做型格绿。我们把机器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配件啊，有一枚非常小巧的66瓦的充电插头，哇，这应该是华为制作的最小巧的66瓦插头了。然后呢，它是一个 Type-C 接口的，所以这一次它的数据线啊，终于从 USB-A 转 USB-C 变成了双 C 口啊。有一个硬质的手机壳，我们一会儿拿出来给大家戴上看一下。我们来1、2、3撕膜。型格绿它是3种不同的颜色的素皮以及不同的纹理，其中最左边这个素皮呢，就是我们传统看到手机那种点点式的素皮，而右侧这两边这个位置呢，这是横条的，这是竖条的。它这个灵感来自于是不是蒙德里安那个现代派那个格子啊？我因为不太懂现代艺术啊，我只是之前看过华为好像在 P50那一代上出过类似的壁纸，在没有进行人声折叠的时候，它的屏幕折痕是长这个样子。我现在来给它进行人声的第一次小折叠，哇，折叠之后的样子真的很小啊！我给大家展示我之前已经开过箱的白色玻璃版本。玻璃版本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更加透亮，而且这两款在这儿一对比，大家能看出这一面就是前屏外屏幕这一面。玻璃版本它是黑屏幕黑镜头，但是是白色的背板，而这个型格绿它是黑屏幕黑镜头黑色的背板。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手机壳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机壳戴上之后的效果。戴上看一下，这是有一层膜，里边呢是这种点点的这种材质，然后我们现在给它戴上看一下，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当然了，因为这款手机本身就比较宽啊，它戴上这个壳之后就变得更宽了一点。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普通版本啊，这个不是典藏版了。黑色。亮黑色，好黑呀！我现在在光线下旋转这款手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虽然它不是典藏版，但我必须要说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我推测这个黑色的背板玻璃啊，可能会比较容易沾染指纹。就是虽然它是黑色亮黑色的，但是它的前面板和这个型格绿的前面板是不同的，黑色明显要更亮，反光性更强，而这个呢是一体性更强。这个样子就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设计了。我目前来看，我会更喜欢黑色这个版本的设计。今年的黑色和白色依然会是我非常靠前的推荐。再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款典藏版啊，它这个灰色呢，有一点大象灰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现在把黑色、灰色、白色3款手机放在这里，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灰色呢，我自己觉得它会是一个很耐看的颜色，但它不会是一个很亮眼的颜色。在亮眼就是抓人眼球的这一点上，我觉得黑色和白色会比灰色更好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典藏版，那我知道了，这个应该是红色的格子的那一款，格子我们已经开出过一个了。这个型格红啊，它的这个3种素皮的质感应该是跟刚才型格绿是相同的，就是都是左边这一片呢是偏荔枝纹，然后右边这2片呢，一个是横条纹，一个是竖条纹。这2个颜色呢摆在大家面前给大家看一下。这2个让我选的话还挺难选的。然后我现在把5款机型都放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型格绿版本它的华为 logo 是在左上角，看到了吗？而玻璃版本它的华为 logo 是在中间偏下。看完了外观，我快速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小胖折叠它的一些使用体验啊。我们先简单聊一聊。玻璃版本是200克，这个重量还可以啊，跟一个正常的直板旗舰是比较接近的。素皮版本是198克，也就是说差了2克，整体来说是差不多的。折叠状态下，它的厚度呢是15.15毫米，展开状态下呢，它的厚度呢6.9毫米。好了，接下来我以白色的这款 Pura X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手机啊。内屏也就是它的大屏是一个16:10的比例，这个比例呢和华为的笔记本啊基本就是16:10，以及华为现在的平板也是16:10。然后它的外屏呢，这应该是一个1:1的屏幕，然后外屏可以解锁，可以去查看不同的 App。然后内屏呢，也可以像正常的手机来使用。我把华为最近发布的2款旗舰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这个是华为的 Mate X6，我放在这儿一对比，大家是不是就瞬间有概念了？
是不是它并不是一个大手机？然后我再把华为的 Mate 70 Pro 放在旁边，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在宽度上要比 Mate X6 窄很多，然后呢要比 Mate 70 Pro 要宽一些。然后在这里呢，我快速的给大家展示一些大家比较常见的应用，它的出现形态，比如说照片应用，就感觉你好像拿着一个6英寸的照片放在手里那种感觉啊。这个是显示正方形的屏幕，看一下它显示拍照的界面。拍照呢，这里可以选择2倍变焦，然后呢可以选择3.5倍的长焦，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超广角。这4颗镜头，其中这个是红枫镜头，就是用来判断色彩准确性的。然后这是主镜头，这是长焦，这是超广角。音乐界面给大家看一下，音乐界面是这个样子的。它的这个形状啊，就很接近一些很复古的设备，对不对？因为我好像小的时候玩这种掌机，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大小。而且大家看啊，这次华为有一个他们的灵动岛，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就是可以把应用缩小到画面最左上角，然后你点开一下呢，就弹出了一个相当于小插件，然后你就可以快速的来进行控制。给大家看一下微博啊，我现在觉得微博呢好像微博看照片啊，这个小玩意儿看照片还是很爽的。我现在觉得微博还没有特别好的去拿捏这个比例，现在单屏显示的数目呢还是稍微有一点少。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头条吧，大家看的头条，我觉得头条它的这个显示的内容，尤其是文章的这个显示内容啊，它就要比微博感觉排列的内容更紧凑一些。这是头条，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淘宝适配的页面。哎，我觉得淘宝也还可以。抖音。因为它的屏幕比例是16:10，然后它的视频比例是16:9，所以说呢，两边会有一条小黑边，但是看的内容会更加的完整。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最期待的小红书啊，现在是3列来显示，能看到吗？然后呢，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放大，看到了吗？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UP 主叫什么大耳朵啊，我们可以点进去哦。小红书已经适配了这个16:10的这样一个比例，对不对？可以全屏去观看视频。然后我看还能不能再放大了哦，2排是最少了，然后3排还能变小吗？哦，还能显示4排，但是显示4排呢，这个文字就看不清了，所以说我建议好像3排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效率比较高的浏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B 站。B 站呢，现在它是不能来进行缩放，纵向的2列。然后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热门哦，我觉得 B 站的这个适配啊也挺好的。现在这几个应用看下来，我觉得好像就微博对于这块屏幕的利用率比较低。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更关心的微信呢，聊天界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对话框，然后点击，这是打字界面。大家看一下9宫格，我知道有一个这个，反正我自己使用的话，单手还可以。26键这个敲击起来感觉就很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用它来看一个视频，这个是看16:9视频的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是21:9，21:9的这个画面呢，我觉得可能利用率就没有刚才16:9那个屏幕那么高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电子书啊，这个我不得不说，它应该是一个看电子书的神器。看完了这个大屏，我再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外屏小屏，它在显示画面中的一些效果。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这是这样一个效果，照片它是可以满屏显示的，这个效果还蛮好的。自拍视频的时候，自拍照片的时候，可以来直接进行拍照。比如说微博微博，你看微博它现在外屏的适配也不太好啊，微博得努力了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B 站，我们随便来点开视频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看16:9的，好家伙，这弹幕上下纷飞啊！看一下小红书在外屏上的显示，外屏呢2行，我觉得这个发布会上说了对吧？它在浏览的时候上下可以做一个隐藏，从而让这个屏幕内容更丰富。然后如果你在想选择类别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导航栏，滑动的时候这个导航栏就会隐藏。哇，小红书最近这一系列在平板啊、折叠屏的适配，我觉得真的很用心。然后看一下微信，微信用外屏回复，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它这个屏幕宽度啊，其实和我们现在正常的手机那个屏幕宽度是很接近的，只不过呢，在打开键盘的时候啊，上边的对话框会比较小一些，这个可能是它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好了，以上呢就是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手机在打开和折叠双形态它的不同应用展现的一个形式，以及5款配色全部的一个外观表现啊，希望能够先给大家一些参考。这款手机我会继续使用几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更详细的评测。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